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老师今天早上从上海开始飞回来了其实老师这次本来在上海待更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金玲老师他的身体为恙所以说呢我还是赶回来好了，不然他一个人去处理两边的事务，他太累了，所以我先回来把事情先处理完，下个月我再去刷任务，好吗？还是跟老师还是这边说一下你老师在出差的时候你想跟老师见面不用担心你如果我们只是聊天，就见面聊聊天不包含咨询的话，你是不用付钱给老师的，好不好？那个不用很担心说跟老师讲话要付钱你在咨询，你要说，哎，老师我们当面的咨询问师的话那当然那个是要付费的。但是我们见面聊聊天，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那个老师，比如在上海在苏州在西安在福建广州甚至跑到蒙古被你抓到的话，那么那个聊天是不用钱的，好不好？老师没那么厉害说你跟我聊天也要收费没有，好不好？放轻松。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老师因为今天是赶回来的，所以是说本来今天要公布我们的清明的祖德回向法会那老师会让明天来做公布。那下礼拜三呢，就是我们会更新我们的4月份的流月总论解析，还有我们的课程开始上线了。好，那现在课程上线了，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配套，所以是说到时候我们会一次的把它做好，好吗？好，那我们还是回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最近老师在那个墙内，但是呢，还是有收集到各方面的消息。那我们首先看到台海台海之间的关系台海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碰到这次的两会，那中共的两会其实对他们的整个他们的一个治理国策还有他们的一个方向性是很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地方是这次的一个李强他是没有举办会后记者会的。其实我们后面应该讲到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老师认为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会后记者会一般来说都是像普丁他们都有所谓的会后记者会，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个记者来替他把这个国家这个尤其是大国他们的一些概念、想法跟善意来释放到全世界各地去。这个是其实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那过去几十年中国也是都是行礼如仪，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两会之后他们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记者招待会，然后由这个总理来去做各方面的布达。但是不好意思，喝个茶。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他会取消掉呢？其实这里面很多人说中国是太可惜了你放弃一个大外宣的机会，或是你去放弃了这次释放善意的机会，或是跟大世界去宣布你们要怎么样的更加的开放，或是怎么样保障投资的权益，或是怎么样的，或是把你自己洗白也好嘛，比如说一个对台湾怎么样的你是不是要洗白一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取消这个会后的记者会，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对于中共来说他可能是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不做一些任何的表态，不说什么样的承诺，但对他来讲是说会比说了跟做了来的更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最大问题当然就是在美国，第一个美国要选举了，所以说这个中美关系它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在那个记者会之后他们就问说美国要制裁你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可以改进让这个中美关系也可以改善等等之类的当然这个金门撞船事件当然也会是说什么样，那么台海关系之间你们有什么样的打算？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在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总理他去说我们会这样做的时候通常就是跟世界表态，我们一定会这么做。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体各位你要去可能在一些不是中国本地人的你可能就不是非常理解这件事情。就什么呢？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民选政府，等于说他们是一个怎么样朝廷朝廷就是他不会换人，就是说你的皇帝会换，但是呢你的这个朝廷的体制它是不会换的。这个好不好我们先不提。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治理之下的，那么他要做的事就是什么？言必信，行必果。他今天要说得出什么事情，他就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做到。
所以是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对外界来讲，我们不是要说啊你怎么不去做大外宣，我们不是要去看戏，而是说我们要更加的紧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说，那么你到底想做什么？那整个事情就变得很诡谲多变，尤其是什么样子呢？尤其是说这个习近平他是说要怎么样不放弃和平统一啊，不放弃和平统一啊，那是不放弃啊，或是争取和平统一啊，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首领他定调是说啊，我们既然希望和平统一，但是怎么样促成和平统一呢？是以战逼和吗？还是用谈判谈出来的呢？而这个后面我们就看到的是说什么呢？看到王毅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什么？王毅讲的东西就是说，哎，这个坚决打击台独分子。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是说，如果习近平他的意思是说希望能够和平统一，但是王毅他一定是在他们的内部里面，他们一定是整合过他们的意见，他就说我不会放弃，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坚决怎么样？就是打击台独分子。但我们也很清楚的啊，就是我们下一任的总统啊，赖清德赖先生呢，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这个里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玄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我真的是像那个我们之前讲过的故事啊？他是不是就像那个康熙收台湾一样，然后你直接把他打到澎湖，然后就逼着你投降？那这个算不算和平统一？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金门马祖现在几乎已经无力可为，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抵抗来自于他们的那个厦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或在福建啊这个地方的一个攻击，这是没办法防御住的。为什么？因为对方的武器的体量已经不是我们在地驻守的一些士兵跟装备是可以去对抗的。其实这个应该是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哦，就是老师以前在马祖是管弹药的，哦，是管弹药的。啊，这个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可能应该都很优秀了啊。我相信几十年前的事情是过去，但是实物这个我按照我的记忆来看呢、那个基本上你要能够根据防御来自对岸的攻击哦，其实我们能够做的，过去我们这些比老师更资深这些学长都知道，你金马那边会有来的水鬼，对吧？就水鬼就是对岸的那个两栖蛙人哦，来取我们的国军英雄的他这个耳朵啊、人头啊、还有手指头啊，还是什么的，后来变成拿罐头。啊，这是一个这个毕业典礼哈，一个很重要的政务。所以是说，在青马地这两个地方啊，其实很大一个要件是在哪里呢？很大一个要件就是在于我们训练的当时啊，可能现在不是的，因为我已经除役啊，没有被唐凤掉，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现在应该恢复了哈，现在应该恢复了，不好意思，这个呢应该是老师的电脑的问题哈，那个不是被和谐掉哈，哦不好意思哈，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现在就应该是恢复了，好不好？应该是恢复了。然后刚才讲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好，等于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老师以前在金门马祖，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东西啊，我们这次怎么样？我们都是以什么岸上防卫，就是说呢，我们海军还可以拿步枪的，就是什么你在岸边的时候，我们要把它阻击回去啊，或者是就是阻挡了，然后这个反击回去啊，阻击不是狙击啊，我们那个狙击是狙击，那个是阻击。所以说，基本上你金门马祖它里面所能够设的这些军事单位啊，哦，其实没有什么太能够反击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四大金刚炮啊，或是那些在这个二战时期所使用这些的攻击性武器啊，它的射速啊，跟它的一个能力啊，其实是还蛮不够的。就别说他是要去打这个中共的这些军舰的了，你在还没发之前啊，对方就先把你端掉了。说实在是这样子。而金马当然，因为它靠中国大陆很近，所以是说呢。他那边已经没有空军了啊，我们有机场了，但是他那边是没有驻防空军的哦，这个东西应该是公开资料了。我说这个老师没有泄露那个国家机密，而那个金马两边的士兵也很少，才几千，每一个地方才几千人，所以说你驻军很少的状况之下，其实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哦，就算是对岸的那个航空母舰，哦，那个太近没办法，就对方的军舰啊大量的出来，其实金马的守军啊，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真的发生那一天的时候，金马是直接划归回去，他们直接陈兵澎湖，那个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个实力，哦，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不是我们国军弟兄不英勇哦，不勇敢，
而是说对方的火炮，他们的军火的含体量啊，太过于怎么饱和跟强大，你没有办法防御它。金马地区是绝对没有办法防御它。如果金马地区可以有办法去把那个中共的这些炮火就把它限制在他们沿岸的话，我告诉你，菲律宾就不怕中共了。那菲律宾为什么这次会怕？中共只是就射一个水炮，为什么菲律宾就会怕？就是因为他来真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防御他的。所以杜特地以前也讲过一句话：我们菲律宾无论如何都不够中国去打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作对呢？好，当时杜特地是这样子嘛，这个好像在好几年前了，现在各位都应该是还有这个没有这些概念的。所以说我发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两会啊，这个在中共部分啊，我们发现它整个的用词是非常隐晦。就是说呢，我没说我一定要对你怎么样，但是我也不说我不怎么样，我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复杂。而这个东西啊，对应到这次拜登他的一个国情咨文啊，他拜登国情咨文里面也有去提到了，包含了什么？除了美国你自己的民主经济，还有俄乌战争，还有他们自己国家内的堕胎问题啊，还有就是说以哈冲突，那最重要的是它里面也有去讲，就是说什么呢？坚决怎么样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希望他能够跟中国去竞争，而非冲突。这个状况之下，在我们的国内的媒体啊，就有去想着说啊，这在拜登的国情咨文啊，就代表是说美国会站在台湾这一边。而这个地方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就是说，当时那个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啊，我们就是被这个立委去询问的时候啊，他已经表明了是说这一次的这次的冲撞事件啊，它不是所谓的领海问题，而是这个禁限制水域的问题。那这个意思其实跟美国所表达的意思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这一次金马之间的问题啊，它是在台湾海峡他们自己定的这个海峡中线以西的部分，美国是说你要保护台湾的地方呢，主要还是在于那个台湾海峡中线以东的部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金门、马祖、高登、亮岛的东引，这些都不是在于美军他会护航的范围之内。所以无论如何，金马的问题它是很明白，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渔船大量的出来，然后直接已经靠近了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金门岛的这个6海里的地方，很近的去接近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已经丧失了第一道国防，甚至连情报都很难去处理。因为以中国它的一个战舰的体量啊，它派一个50只船出来，然后直接去拦截检查我们的运补船。但是我们运补船基本上是军舰了，但是它是平底船，它那个可能打不了仗，打不了海战。那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可能在金马的运补就产生了问题。那当地的百姓当然也不希望自己去卷入战火。我相信呢，这个我们金门马祖的同胞都是很热爱两岸和平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去让自己去陷入一个不会赢的战争。其实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天呢，其实老师还蛮赞成金门马祖的百姓啊，你就直接投降吧。为什么？因为远亲不如近邻，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岛是远亲，那个大陆那边叫做近邻，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你直接投降了，是不是？然后再让我们士兵可以慢慢要回去的自己慢慢回去，直接自己撤回台湾岛来。我觉得，或是就地就先驻扎的吧，不然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是还蛮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于台湾海峡来讲，这个台海问题来讲，美国的态度就是说，他希望两岸不要有什么现状的改变，但是不包含金门跟马祖，因为它是禁限制海域，而不是所谓的领海问题。因为我老师在去年跟前年2022年的时候就跟各位说过了，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基本上金门马祖是在另外一边，不是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是说中国不能够超过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的话，那凭什么我们金门马祖的军舰可以不断来回运补？就像老师去当兵的时候，我做的就是军舰，好吧？因为我们是海军士兵嘛，对不对？我们当然请学长帮我们这些小菜逼巴的东西去再到前线去当兵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是搭军舰过去的，那菜的跟什么一样，家里冰箱门没关，那菜尾都跑出去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去运补，还是能够去运送一些高级官员什么的。那代表是说，海峡中线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它有，但是实物上，对方只是尊重我们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但是他要不要让海峡中线存在？那当然，佩洛西来之后，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啊，这次大家所认为的本来是温和派的、比较鸽派的那个外长王毅啊，他就以战狼的口吻去警告国际，谁都好哦，你跟我们谈什么都好，但是你不能够支持台独哦。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可能过了大概2个月啊，好2个月之后啊，哦，那这个我们新政府就要上线。那上线之后，那他本来就是所谓台独务实的工作者，这件事情啊，能不能是说让他在上任的时候可以保持和平啊？这个其实都是很难说的一个事情。而且大陆未来的战略是控制海哦，控制这个整个金马地区的海域。为什么？因为你有海的时候，你就能够运动，你就能够运补，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部署。那这个就很重要。再加上怎么样呢？加上我们现任政府跟下一任政府都没有所谓的9·2共识，而9·2共识基本上这次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去提所谓的9·2共识，应该是这次的正式两会的出来的新闻里面是没有所谓的9·2共识。所以说现在是说你已经没办法跟对岸了，跟我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打什么模糊战了，他想怎么干他就怎么干。而且现在在中国的本身的民间的舆论啊，还是在于血债血偿，因为我们毕竟已经伤害到别人的百姓了，对不对？这件事情你要善了的状况其实是很难。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件事情，真的我们这边真的希望这件事是善了吗？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因为现在的金门海族的这个海域，如果让它继续升高，让它继续问题越来越大，对于这个战争的兴起，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状态被改变，对谁有利？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看当事人双方，而是这双方如果引发这件事情之后，有没有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可以得利，或者是受害？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比如是说越南，好，越南还有菲律宾，还有印尼这些地方，然后所谓的南海地区的行为者这个地方，那现在如果台海即将这边发生了一个变异，对他们来讲当然是绝对这样的问题，这我们之前所谈过了，因为台湾海峡跟台湾以西的地方、以东的地方，整个海域都被这个解放军所控制的话，那未来南海这个东西就只有从与不从。哦，你只能从了，你没办法去跟中国去有什么样太多的一个交战空间，因为台湾拿下来了，那你后面台湾海峡跟另外一边以西跟以东啊，那这个海域这个中共就可以控制的非常的流利，各位懂老师意思啊？包含日本的钓鱼台也是一样，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它是有害的，比如日本，比如说韩国，比如说东协这些国家，南海争议的上面，哦，他们就必须怎么样？台湾如果被改变了，对他们来讲是绝对是比较不安定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筹码来去跟中国去议事，说啊，你一般让多一点给我们，但是因为中间那一块都变成中共的嘛，所以大家就变成这个样。但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利益呢？很多地方我们就看到，对俄罗斯有没有利益？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利益是不大的，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是一样，他不跟你谈感情的。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讲，他就是我不但要你跟我有好处，而且我希望你过得不要比我好，懂了吧？看到你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哦，这个是整个大国政治里面啊，我们不用用人类的眼光去看它，而是说我们要看它是说这个东西，只要中国有发生混乱，那么它就没办法一直持续稳定的发展，那么当然对俄罗斯是有好事。而台湾问题如果改变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国力就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跃升。那进一步的跃升，过去我们知道，普京曾经说过，他绝对支持中国把台湾给拿下，这个是场面话。为什么是场面话？因为那个时候普丁正在深陷在俄乌战争里面，在俄乌战争里面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盟友，而且还有最重要就是中国给他很多的物资啊，贸易额增加了嘛，还有是中国给他的一个金融上的一个互换的协定，比如说他可以大量买人民币，用他卢布去买人民币，那个中国用那个卢布去买这个俄罗斯的原油或者是他的一些天然物资，所以是说。他那个时候所讲的话，那是符合他当下的时候他的一个好处，但是并不代表是说他一直都会保持这个态度去处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对台湾如果被中国收下来讲，对俄罗斯来讲，他也不会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一样海域的部分啊，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就是说你多了一个更加强大的竞争者而已，而且他们又是比邻而居，中间当然隔了一个蒙古国，但是这个蒙古国啊。
对，他实在是两边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你太去宠俄罗斯，那中国就不开心；那你太宠中国，那俄罗斯不开心；那你跟中俄两国都处得很好，美国就不开心。所以说，这对大蒙古国来讲啊，其实他跟谁处得好或不好，对蒙古国来讲都是很坏的事情。加上蒙古国本身自己的经济跟它的基础建设，还有各方面都很落后，那所以是说对蒙古国我们就可以忽略不去记。但是对谁还有好处啊？我们要看你对刚刚都坏，都是俄罗斯不好，那个南海也不好，日韩也不好，对谁好？对欧美很好，为什么？尤其是对美国特别好的一个事情。这个东西啊，我们要看到结合到现在所有的一个局势来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俄乌之战，欧洲大量的把他们的有钱人的钱都汇到美国的境内，为什么？因为无论美国它的经济好或不好，领导人聪明或是不聪明，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哪怕发生世界大战，哪怕要毁灭世界，美国是最后一个被毁灭的国家。但各位同不同意老师所说的？我们不说美国现在经济好不好，人好不好，或者他们领导人聪不聪明，年不年轻，强不强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可以相信，就是美国是全世界最不会发生本土性的战争。毕竟它是美洲大陆嘛，说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它周边的国家也没有能力去跟他去问鼎天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就大量的把钱就汇到了美国的境内，然后变成是说，美国在这一次的它的 QE 之后，它做 QE，它的很多事情，它的元气是够的，所以就变成那个老师之前讲过了，欧洲变成美国的充电宝，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的资金，这很多很多的资金对美国的经济有没有帮助？你说有也有，你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公债还是这么高，他们所吸来的资金并不能够去偿还他的公债，但是金融业他们就赚得盆满钵满。那对谁好处？对某一种种族的人特别有好处，因为那个种族的人他就拥有了美国的金融界至于是谁，各位去想，我忘记了，你知道吗？好像是 Y 开头的，但是我忘记了，哎，J 开头的了，我忘记了，好不好？那个我不知道是谁，好不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假设跟这样台海之间如果发生了问题，那各位要去想一件事情：台海之间发生了问题，那么台湾的资金有没有可能大量的也汇到了美国？而中国有一些比较怎么样、比较有钱的一个阶段的人，他会不会想办法用各种的方式把他的钱更加大量的想尽各种方式也把它汇到美国去？因为发生战争的时候，你的币值会不稳，哪怕我们各单方面去看，中国的体质是很好的，对不对？比如说像这次股市，是不是？那老师赚的又更多了，那是因为我的仓很小，不要想是说我赚很多钱，我的账面上很好看，就是它那个涨了趴数50%以上了，对不对？但那是因为那只是趴数高，但是我的仓很小，所以说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各位看到为什么钱会进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已经可以获得解决了，所以他的钱又回到中国，说中国的股市是不是又开始起来了？说很多事情就在于说，你战争的时候中国现在没有战争，所以大家可以愿意把钱汇到中国去。那有战争的时候，是不是各地的钱，包含香港的资金，是不是就大量的流入了美国的银行？所以说，你当局势一变化的时候谁得利跟谁受害那关键是在于谁可以拿到最多的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近代历史来讲，美国在这个近年来讲其实他并没有这个实力变成超级强权，那是因为二战。二战如果不打，美国早就破产，而且变成跟欧洲一样分裂成无数个小国家。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从南北战争那个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理念不一样的，很多州政治理念不一样的国家。那如果没有二战，那可能中央他们破产之后，他们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割据的画面，这也不一定。但是就是因为打仗了，所以是说他们可以发公债发了战争债，美国队长开始跳舞，对不对？还有包含是说他们自己的一些军工体系开始做赚钱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去除掉他们原来的一个经济的紧缩跟崩溃的状况，因为你已经有了生产的能力。而现在美国要的东西就不是这些，它单纯就是要资金，把全世界资金再次往美国去集中。集中之后，他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因为你毕竟你钱放进去不是说美国要给你很多利息去补贴你这个把钱汇进去的人而已。美国的银行是有管理费的，
你的金额越高，你的管理费就越高，就他又可以赚到管理费，然后再卖你一些组合型的商品，很多事情对美国来讲，我的金融业就很有底气，有了底气，那么我要不要再还给你，或是有没有设下一些阻碍让你汇回去，那就很难说了。难道不会吗？俄罗斯的国家资金不就被美国冻住了吗？还有什么？还有菲律宾的小马可斯家族，他就上百亿的资金在美国就被冻结住了，而且小马可斯本身也是通缉犯，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并不是单方面的，是说台海问题，它一定是由台海讲双方去决定这个是要战或者是和，因为关键是在于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得到利益的人满不满意，失去利益的人他能不能够接受。如果得到利益的人他满意了，那么他的实力又大过这些受害的这些国家，那么这件事就会进行。而如果今天受到利益的人跟受害的人受害比较大，而利益比较起来，他并没有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很够的，那么我不如养寇自重，我以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去动。就是说，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台湾这两个地方啊，其实在现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处于一个半被动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世界有没有办法认同，或是去支持中国现在立刻马上，或是今年就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个是需要国际上的一个支持。所以王毅才去说什么，或者说不要去支持台独，而那其实本身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像金门这件事情，双方在各自去形成他自己的舆论，那么最后谁要去摘取这个果实就不知道了。好，这个我们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说啊，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个专家都去大陆去了解他们官方的一个态度啊。老师没有认识那么多官方，老师只能从现举上去看。但是能够得到资料的人都会认为是说，大陆现在是要加快了这个统一的脚步，到底加的多快？这个很难去讲。可能明天，可能下个月，可能就是20年后，这个没有人会去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是说，面对现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保护自己。所以说，老师非常不建议各位在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现在去买房、买车进行大笔的投资，这肯定不是在局势正混乱的时候，而且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各位还在台湾的朋友，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台湾的股市过了2万点，又是在于导弹飞过我们头上，而且现在我情势很危急的时候，它为什么会让股市超过2万点？各位也去想这个事情。我没有投资太多台湾股市啊，我是没有时间去看。但是你看台湾的股市，它可以涨到2万点这个地方，突破历史新高，而且在这个两岸局势非常诡谲多变，还有百姓的收入跟物价涨得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它如此的欣欣向荣。我们可以很多角度去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股市要有钱进去，它才会涨高。贵懂老师意思吗？钱你要进到股市里面去热络去炒作它，去交易它，它的股价才能够变高。你没有钱进去，你再看好它，但是钱没有进去，它的水位就不会往上，因为股市就是靠这个资金的流动而去把它推高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差协同理论来了。当你都觉得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候，危机在哪里？贵懂老师意思吗？美国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日本有经历过这件事情，菲律宾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印尼也经历过这些事情，香港也经历过这些事情。所有的历史根据就在于是说，你这么大量的资金去炒股市，而且它并没有什么很能够站得住脚的题目啊，比如说我们台湾研发出来那个超导体有没有？那个东西啊就有可能，我们台湾有了核弹。或者我们台湾突然盖了5座的一个核能发电厂，所以我们的电量完全不用忧愁，而且还可以减电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站得住脚的题目，所以说大家会对台湾的未来的前景，我们感到非常的乐观。但是台湾无论是 AI 或者是半导体这些东西，它并没有一个很突出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它未来可以掌握世界或者它有超级大力度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能从技术面啊、K 线啊，或是一些筹码面去看，它这有可能往上涨。代表这个事情它涨是为了涨而涨，就像什么？就像前2年的越南房地产，越南房地产就是为了涨而涨，现在它整个跌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美国 QE， 所以说很多在美国的越南人把钱汇到了越南。
那钱回到了越南，还有其他的炒作资金进到了越南，那是不是就要买房？这个亚洲人很喜欢买房，对不对？亚洲人到哪里都喜欢买房，是不是？我也想买房，但是我实在是养不起房，所以我就不买了。这边这个状况。那么，当时水涨船高，整个越南的股市，或者是东南亚的股市，还有他们的房市，就被炒得很高很高。包括泰国，它的一个房价也开始炒得很高很高。但是，一到 QT 之后，它钱收回去，它是不是就跌下来？那台湾你为什么涨？对，台湾为什么涨？它涨的理由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如果涨的理由找不到，那么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大危机前的一个割韭菜，再去再去灌溉的时候，所以你去买股票，你要去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你说中国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用了政治力量，他把那些做空的那几个大户直接把你没收。他直接把你管收起来，然后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有政治力去处理那些做空的人。所以，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经济数字在其他国家去不断的唱衰之后，很多外资都撤出去。但撤出去之后，谁亏最多？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中国前阵子的那个股市大暴跌，亏最多的绝对不是那些外资，也不是那些做手资本家，亏大发的，亏到一个胡说八道的是股民，是他们的百姓。所以说那些做空的人，自己人先把自己人打了半死，外面人再加一个拳头脚踢，说做空的那些人赚了盆满钵满，百姓就亏了一个什么？这真的是真的是乱七八糟，对不对？那但是发现这个事情到底了，那很多资金又开始又回去，再把它吹起来。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中国股市这次吹起来，是不是跟台湾一样？你是吹起来之后要大暴跌？这个不一定。但是因为它过去跌得太惨了，你现在资金的回补，你也不过是之前的水位，所以它的控制力呢，就还比较能够去处理。所以你在整个这个局势很混乱的时候，我们的股市涨得很高的时候，你各位真的去小心，不要不要是以为是说这个欣欣向荣的，你可能这个月2万点啊，后个月21000点、22000点、23000点，那个什么，在那个港剧啊，港剧在30年前还40年前呢，有一个刘青云演的，叫什么？叫《大时代》。你这可能要40岁以上的朋友，你才够听过这个港剧《大时代》，好像 YouTube 也有很多，那看里面演的超年轻的，你去看就知道。推起来的动力是在哪里除了用唬的、用骗的之外，还有假消息之外，那当然还有这些就是疯狂的资金的涌入。那么你收割一下之后，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好吗？各位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另外去了解一件事，就是台湾文本身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在讲过，说中国收台湾之后，台湾有足够的外汇存底，然后来去做支应台湾的国债。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这个粉丝朋友讲的非常好。我们台湾的确有外汇存底，但是我们自己的劳保的那个负债是多少呢？各位可能不是很清楚，可以上网去找。老师找到是比较早之前的我们比较早之前的一个资料。劳保现在的负债是13兆以上。我说找到资料是比较早以前的，因为当时在跟一些朋友在聊这件事情。他说这前几年他在之前在看的时候，看之前数字的时候，他给我老师一个数字就是劳保已经负债至少13兆以上台币以上。平均我们每一个国民负债大概就是5-60万左右，就是你要付这个劳保的债。那么你今天改朝换代之后，劳保是必须维持住，但是你的洞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他对中共来讲，这个洞也是他要去赔的，他一进来就得赔，就得去补这个洞。他们自己的公积金的问题都已经很严重了，那台湾这个问题，那他也要去想，我怎么样去平衡掉劳保跟健保，还有国民年金，还有就台湾的外债台湾的外债还有币值的稳定这些都是一些问题所在。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只是在于是说他的军力到底能不能够碾压台湾。我们看到很多的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论都是台湾有足够的反击能力，没有，台湾没有反击能力完全是没有反击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说现在只要对岸的一个航空器或者是无人机来靠近我们的近限制海域我们就要进行第一击这个是讲是这么讲的，但是真的能不能打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如果今天真的派海警船进入到我们近限制海域，那么你发动第一击，那这个事情剧本就开始走了。剧本一旦开始走，那么是对岸就有站得住脚的题目，他就直接过来，他接收的时候就不用跟你谈判，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就是另外一回事，好吗？好，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讲太久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没有被民主哈，和平不是结束的开始，任何时代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哈，每天都是新的开始。9二共识做完美，但是我们的政府不会接受了，好吗？好，感谢界面赞助，感谢界面赞助，谢谢。大金要退出时代是股市上涨才有好处，是这样子没错。台湾的房价会因为再这样跟大陆一样惨跌吗？我告诉你，台湾的房价你不用大陆来，你都会泡沫化了。我跟你讲真的啦，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啦。台湾平均平均好不好？平均在30年之后啊，每一个人会有2间房子，好吧？每一个人会有2间房子。我们再讲一个之前讲过老生常谈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现在的房子，你现在买了一间二手屋，因为现在新屋不是这么多嘛，因为台湾新成屋并没有这么多，很多都是很贵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买二手房。你买了二手房，假设它这个房子的房龄已经15年了，15年哦，有没有算很久？没有哦，没有哦，在台北东区比比皆是，都是40-50年以上的房龄。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这15年的房子，你还30年的房贷，第30年还完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你可以在里面养老。但是这个房子，这个电梯大楼，它已经45年了，45年了。请问你告诉我，依照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材料，无论是钢筋水泥还是钢骨，45年的房子，它里面该坏的也就该坏好几次了。它看住的品质就已经很问号了。你这样可以懂老师的意思吗？它可以居住品质很问号了。你不能说像比如说我们台北市在前面那个星光三月星光三月那个他们那个大楼盖了很久了，但是它好像30几年了，对不对？看起来还是很新，上面的办公大楼他们还是很新，这是因为它是商业大楼，它不是在以居住为主的。你居住的你有什么下水道化粪池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多半都是套房。所以很多事情你现在买了房子，你还完之后，先不说你到底还了多少利息，光你房贷结束之后，你的房子已经不大看住了。你说我卖掉再买新的就好。当我们的人口减少，平均一个人有2栋房的时候，你的二手屋谁要去接？一定会有人说你老了就没有人租房子给你。我告诉你，房子一定没有在时代会缺的。当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你要买房子也不会太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接别人的剩下来就好了，因为他卖不掉，是不是？不要说不可能。老师前阵子跟一个在广州的朋友在联系，还有在深圳的朋友联系，他说深圳老师你不要看深圳深圳、上海的朋友也是一样，不要看这几个城市，他们一样会跌，只是跌的幅度窄你可能这卖不1000万人民币卖不掉，它可能变成950万人民币，跌个5%。但是你在其他地方看，跌30%的人，腰斩的地方的多了去了。房子能保值，你是一定要看一个指标各位大德们，你们都是投资天才老师不是，但是我们只要看房子，只要看一个指标就绝对是够的，就是你的出生率一定要高高的远过于你的死亡率。你出生率很高等于死亡率的时候，你投资房地产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的出生率跟死亡率是差不多持平的，那你的房价有涨，那代表你准备被割韭菜。如果你的出生率是低过于死亡率的对不起，你的房子是卖不掉的。不要跟我讲有土私有财，那个是战争之后的婴儿潮，有土私有财。你如果出生率是低过死亡率的，死的人多，活出生的人少，那么请问一下，你房子给谁住对不对？中国现在大堆不结婚的人，不结婚不生娃，租房子过，是不是？这都是老师的错，因为我2018年、2019年的时候没有开抖音，引导大家不要买房，我只能靠人力去叫大家不要买房。当时听话的人，我告诉你，其实老师还是知道很多好朋友他们真的是有听老师的话，把手上的房子全部处理掉，只剩下一间自己住的，人家现在过了就很滋润的。为什么？他本来一个人想买3间房子，后来卖了2间，剩1间，人家真听话，他就没事了。但是不听话的多了去了，那现在套着怎么办呢？也有被法拍的，都有，好吗？好，感谢秋夏赞助，谢谢感谢 David 赞助，谢谢感谢。光天来了，没收台独分子自然不可能不可能共产党来是不可能没收任何人的资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两岸之间呢，还有金融稳定、没收资产这件事情，无论是政治立场或是什么样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好不好？所以这绝对不可能发生。你可能会被抓去审判，但是你的财产是会保留住的。但是你比较不可能是说你把你的原来有的也没收掉，这不大可能。两岸这2年两岸擦枪走火嘛，不是已经擦枪走火了吗？那金门那件事就算擦枪走火了，因为你把人家人干掉了嘛，对不对？中国台湾人快跑，未来台湾只有旅游业跟军队驻扎，不会有其他高科技公司这个是错的这绝对是错的。你可能对经济是不要说一点不了解，你是一丁点都不了解，那是两回事，好不好？这是完全是两回事的事情，好吗？所以说各位记得你的投资房地产，你要抓住老师这个要点这个要点不是老师发明的，好不好？老师跟你讲那个出生率跟死亡率的问题，老师是问了一个双博士他当时跟老师在谈话的时候给老师教育的。他说这件事情就很简单，就是你出生率跟死亡率之间的一个本益比的关系。美国是它出生率是高过于死亡率美国的是它的一个社会运转是蛮健康的，各位你要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水平比较低。这个很现实的，经济水平低，你的出生率就比较高。这个我没有得罪或是贬低美国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知识水平是的确比较低的高精尖的很高，他们的社会三角形的一个模型是很完整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然后就是下面就是次贫，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族裔去维持他们那个社会运作。那你知识水准低的人多，你的出生率就会高。那你有人出生，那你当然就不怕是说你的房子盖了没有人买除了底特律这种东西是泡沫化了之外，大部分你只要合理的地方，他都会去买，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资本家会给百姓说，你一定要有一间房子这个是这个道理。当然还有第二个要点就是什么样呢？那美国你这个房子你跟银行贷款了，那你 broke 掉了，可能你破产了，或是你被拍卖了，那你的债务剩下的债务那是银行要去承担的，那就不是你要去承担了，你最多变成红历史，但是你不会变成那个跟中国一样，好吧？简单讲，楼烂尾了，然后你也负债了你明明就是我花了钱去贷款，楼烂尾了，然后我付不起房贷了，然后楼也拍卖不掉。然后呢，我还要负责后面的贷款，就楼被拍卖掉了，然后我后面贷款还要继续还。这个就是这个大家金融机制是不一样的地方，台湾也是一样。你房子被拍卖掉了，然后你的价金不足以偿还他们贷款，那么你就得继续偿还他剩下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在亚洲的银行都是稳赚不赔的，对不对？在美国，他就要承受这个你放贷的时候你这个拿到这个资产能不能抵消过你借出去这个负债？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赚的来，毕竟他们手上有资产嘛，这个还是赚的，因为钱怎么样都是美元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个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很确定，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地方就是习拜不是习拜，就是川普跟拜登的第二次的一个交手。那这当然就有人去说这是一个全球战斗的一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老人家已经进入到一个有一点疯狂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们知道拜登他要求就是我们用和平的方法，用平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去维持这个社会。但是呢，川普就比较厉害，他就是懂得去运用情绪。为什么川普懂得去运用百姓的情绪激起对立呢？因为他是商人，商人他为什么会有钱？就是激发你的需求，就让你觉得我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我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很棒。所以是说，他就会懂得去怎么样做广告、做行销，让你觉得对，为什么我没有这些？那我没有这些，是不是一定是拜登害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需求之间把你的整个心情跌宕起伏起来。所以说，川普他为什么很容易去激起这个名气，是因为他有营销团队，就是懂得怎么样去刺激这个人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渴望程度。他说：“那你像这个戒指吧，好吧，戒指这个事情就这样来的，对不对？戴比尔斯就是说呢。”每一个女人结婚，你就得要有一个钻石戒指这个钻石戒指呢，那个还特别强调那个男主角还特别强调，这是我花了3个月份的薪水所买来的。所以是说，这个男生花了他3个月的薪水，不吃不喝的钱，省吃俭用下来去买这个钻石戒指给这个未婚妻，代表未婚妻值这个价格，很有意思吧？就跟中国彩礼是一样的意思。你那个女生说，我难道不值你这个88万8的彩礼吗？那你值不值88万8彩礼？那如果他给你，你就只值88万8。那如果那个男人发财，那你也值88万8而已嘛，
对不对？这就觉得变成非常奇怪，就是说，你认为你应该有彩礼，那代表是说这彩礼代表，或是你这个钻石代表你这个身份，这就是一个商人的一个行销。所以中国以前它包含了他们很多的一些戏剧啊，都一直不断强调你要结婚了，你当然要买房买车啊，有些就把它变成操作成伏地魔啊，所以说你的姐姐要帮那个弟弟买房啊，那个哥哥要帮弟弟买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资本渗透的一个结果，但是你真的需要它不重要，就像美国的百姓一样，Why not？为什么我没有这些？为什么我不能有这些？为什么我应该有这些？那他就会想办法去争取，争取的时候他就有信念，因为我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意识形态就停在这边，我不会去改变，因为改变就会否定我之前的我。人的心魔很多种，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就是我只要说，对你讲的是对的，我们应该为什么而去战？那么我就不能说这个不是，我说不是的话就否定之前的我。譬如是说好了，那个川普就讲了一个 slogan，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偷来的选举啊！这些人他所支持的人，他就必须一直相信这是偷来的选举。如果他后来发现他不是偷来的选举，那他也不能讲，他也不能够否定，他必须坚持说这个是偷来的选举啊！不然的话，他只能否定他自己啊，不是否定川普了，是否定他自己。但是这个状况对川普就比较有利了啊，包含的是说，现在看到各州的民调机构都看到，无论是亚利桑那、密西根啊、乔治亚、宾州啊，还有威斯康星州跟内华达州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州别啊，目前还是怎么样？还是川普他是遥遥领先。遥遥你这样讲的就是好好讲华为，没有啊，这个川普现在还是遥遥领先。所以这个状况来讲啊，其实川普现在最近的一个气势是比较高的，但至于他会不会重登这个美国总统的大位，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看年底的命理名人堂，我们才会再去讲。因为现在虽然确定是惜败了，但是，不要那么早去讲这个节目，因为还在那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一样在11月的时候，我们会去讲这个命理名人堂，同样的人，同样的戏码，他能不能继续再战？那我们之前说过，拜登的可能不能赚这一任不知道就后来中了那个新冠嘛，他也活过来了，很厉害。那川普老师说他这连任比较要再挑战这个政府比较难，挑战执政比较难。那这个状况我们还是再留到我们的年底去看，好吗？而这个川普能够上去，是因为他大法官的裁决当然是对川普有利，又在这个超级星期二之前所颁布，所以对川普来讲他这个士气就大振。所以说，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就是说那个拜登总统他所谓的一个国情咨文，他都要去想尽办法了，怎么样维持他自己的优势。维持自己的优势，对于美国来讲就不是平静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是说，他现在在美国，他是要不断的去军援，怎么样批准了百笔以上的军售去给以色列。以色列他已经非常有优势了他现在美国还继续的给他一个军售去帮助这个以色列。那么你这个以巴之战，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善了？不善了，那么对美国的利益当然就是比较大的，因为当你那个地方有钱人的地方比如说中东或者其他地方，他们有钱人就发现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扩散了。比如说你这次有个从中国出发的游轮，然后就被打掉了。可是那个游轮它的国籍是奈及利亚，好像是奈及利亚吧？那个 BBC 就是说这是从中国出发的游轮然后被那个也门叛军给打沉了。从中国出发的，好像大家误导大家是中国的货轮。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大家都会紧张。所以说我们刚才也发现到一件事情，中东富豪的钱不但不移出美国，而且他还不断的把钱送到美国。但是他从另外一手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呢？当然像埃及这些也是宣布尽量怎么样淡出以美元的这个使用作为交易的货币。所以很多事情这个各个国家各怀鬼胎，无论如何都是以利益为做单位，对不对？利益为做单位，像你穆斯林国家被打那么惨，中东的富豪没办法直接介入，但是他有没有私下的军援，或是把自己的钱拿去放到更安全的地方，这都是会有这些的东西的效应。所以说我们之前在预测在阳历3月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战火会外溢，但目前为止它现在的确还是在外溢，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扩散。这个事情是比较需要注意，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事情。而包含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外溢之后包含了印度印度他之前不是被那个谁，被马尔地夫去请退，最后退出马尔地夫这个驻军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印度他自己也遇到他自己国内农民工的一个抗议，说莫迪现在也是非常的焦头烂额。当你国内发生问题的时候，国外的事端这是最好的一个转移的方式。所以说现在
印度啊，它现在也在阿拉伯海那边叫一个拉克沙群岛那边了，它也开始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军事基地，当然也是宣示是说，你马尔地夫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自己找一块岛，让我自己在那边驻军，到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先找你马尔地夫的麻烦哦，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包含了印度因为怀疑是说是这个中国去援助这个援助那个巴基斯坦啊，所以说包含它拦截了中国出来的这个导弹的生产设备等等之类的，就会变成是说整个世界啊就开始变得非常紧张，因为选举人要选举了。选完的人他想解决问题，选举的人他想制造问题，这两个地方刚好一拍而合。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一个要解决问题，一个要制造问题，那这两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循环，谁去承担这件事情？百姓。嘿嘿，百姓时代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状况，而整个中国面对这些的中国跟中国面对的印度跟美国，还有一个很多国家的一个压力啊，像中国现在也去制造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动96，我们讲动勾6，这096型的核潜舰，它这个096型的核潜舰呢、它上面就已经搭载了6个核弹头，就是他们的巨浪3。它的巨浪3的威力在哪里呢？它就是可以射程达到12000公里。这12000公里啊，其实它潜在海里面啊，它一潜几个月，但是呢，它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它可以从海里直接射出去这个核弹头。所以这个东西啊，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就跟以前的古巴危机是很类似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中国有这样的军事实力的时候啊，其实这也是在一个宣示，是说我想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啊！你想阻止我干什么？麻烦你用讲的啊！如果你想来个硬的，对不起，我海底之下哦，我有我的潜舰，我有我的核弹头在海下去运作。当时的一个那个美苏冷战，就是取决于在这个核子武器之上面。各位要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潜舰跟过去潜舰也是不一样的。既然这个潜舰哦，它取消了很多一些以前会造成噪音的一个东西，就变成是说它在海底里面，你的声呐是不容易去探测到中国这个潜舰它在海底里面的行踪，所以他想去哪，他想打哪，就变成非常非常难抓。加上中国不但海底有，它的天空上面还有这个太空站，所以说北斗卫星，说这些东西很多东西就变成它的整个的战略范围啊，就会让很多国家感到害怕。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它对于欧美来讲，它最大的一个障碍是在于中国对于外汇管理是非常严格，你的资金要进去要出来是必须透过官方审核，它不能让你去炒作这件事情。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他不让你去炒作这些事情。有一个 J 开头的民族，他们很喜欢让大量钱进去，大量钱出来。但是中国设了这个防线，所以是说中美、中俄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对中国的任何的疑虑，都在于是说中国的金融你很难控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那剩下5分钟啊，糟糕，我后面还一大段没有讲到，真是假赛。真的是假赛到一个事情了，怎么办？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老师考虑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台湾先放话，如果台湾先打第一集，打第一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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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意思。今年几月武统台湾？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兵者国家大事，我哪是我一个算命的能够知道的事情？中国还会回击吗？哦，中国台湾打第一，中国会回击吗？中国那不叫回击，那叫自我防御，那就两回事了，好吗？印度跟中国有没有机会开战？他们丢石头会，但是打起来，印度知道他自己不是对手，他也不会去打这件事情，好吗？印度的军事实力可以碾压马尔地夫，但是他可能碾压不了中国，好吗？但中国可能反过来碾压他也差不多，他只能碾压马尔地夫了，其他东西是有困难的，好吗？好，那最后一个我们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这种跟我们亚洲有关系的，其他东西我们先跳过哈，因为今天准备的可能不太多了一点。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啊？老师这边最近在亚洲的地方啊，做比较多的一个研究。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老师为什么很喜欢讲日本啊？日本这个东西啊，其实当然老师有很多粉丝朋友跟贵客在日本是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只有这样，而是日本它是一个可以照亮之前可以照亮亚洲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而它所做的任何事情，哈，都会是我们亚洲地区，包含大陆、包含台湾、包含香港、包含了我们东协国家都是一样，都值得我们去了解跟借鉴的一个模式。所以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为它现在的状况就可以避免我们未来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打黑工，还有所谓的神似少女这些事情。那老师今天跟各位去讲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根据日本国税省的统计啊，在日本你有工作，但是收入能够处于贫困下的人们，就是说我不是懒惰，我有去上班，我有去工作，我很勤劳去工作。他的这样有工作但是很贫困的人，占到日本总人口数的22.2%，这是之前的数据，不是现在的数据，现在不会比之前更好。各位先了解这个是个前提哦。老师得到的这个数据通常都是2020年前后的数据，它不会是最新的数据，因为现在不会比之前好哦，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事情。而刚才讲到了总人口22%是你有工作，但是你还是很贫穷的状况。这里面又有38.6%是女性，等于说女性就是无论我再怎么努力去挣扎，我连吃饱饭有地方住都是问题。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新疆，不是发生在中国哪个贫困省，也不是发生在台湾，也不是发生在香港的这些农民之家。而是在于日本，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泱泱大国，它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对不对？但是它有22%的人，你有工作，但是你依然很贫困，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里面更有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前后啊，他们工作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工作时间是怎么样？他们每一个月的加班的时间啊，将近80个小时加班哦。每个月加班时间达80个小时，各位去除一下，你怎么样的可以把这个80个小时加满？可以懂老师的意思吗？80个小时哦，人家在后面那个一个月工作是72个小时，但是没有，他们加班时间就80个小时，而不是他这个东西不是在正常上班的时间，而是就是加班的时间。但是这么努力的一个日本公司，这么努力的一些日本劳工，他们还是有22.2%的人领的工资，我没有地方住，或者我领的工资我吃不饱饭。这跟我们看到一些日本动漫或是一些日剧，感觉好像不是一回事。没有错，它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那个经济被美国去制裁，广场协议，然后被汇率所冲击。第二个当然就是他们的出生率是低过死亡率。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但他们只能不断的用其他的方法来去催，是说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这次前2天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那个老师的一个童年的偶像鸟山明大师啊，他这去借王星，去借王权了啊，这个真的是令老师觉得是非常的遗憾啊，非常的遗憾。那鸟山明大师呢？他跟他的编辑是一个从很菜的时候就可以做出来，但是那个编辑啊，他的专属编辑啊，最后变成了集英社的社长。那鸟山明大师当然他也是很发财，说在过去在经济很好的时候，他一个可以从编辑后面晋升到社长这件事情，那他们的整个状况都很好，但是现在不是。根据什么？根据 OECD 的数据，日本每个小时的劳动生产率是在 OECD 整个这个成员国里面，38个成员国里面是垫底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个月80个小时的加班，它是没有薪水的之外，而他们这么努力的状况之下，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 OECD 这些成员国里面最差的。等于是说我很努力加班，但是我加出来的成果是最差的。然后加班比不加班干得更糟，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就变成是说他们的资本文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刺激他们产生出更多的创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更多，因为他们向上发展的状况已经被限制住了。他们除了一些比如说三菱重工或者是一些汽车工业之外，他们其他产业发展的并不是非常理想。
因为美国的广场协议还有他们美国给他下了很多诸多的限制，就造成他们那个创新产业或者其他产业并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么的好。这各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是，日本如果就三菱重工或是他们的一些汽车产业做得很好，但是其他产业并不这么理想的时候，你回头看台湾，我们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的产业你是不是过得好？比如是说这两天我们看到歇业的可丽亚啊，可丽亚呢是老师在童年的时候很了不起的一个连锁餐厅，火烤两吃，对不对？哎，我现在觉得火烤两吃吃起来应该蛮难吃的，因为它的烤盘那个是中间小小一锅，然后外面一圈的红盘，然后用那个奶油去填的。小时候觉得很好吃，长大可能吃太多东西了，就觉得就还好，反正就还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哦，就是在于是说财富跟产业的一个产值过于集中在固定的一些产业上面，说这些产业很赚钱，但是其他产业不赚钱，就跟日本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是说台湾的出生率也开始不断的往下跌，那你死亡率还是继续的去维持，那么我们也正在步日本的后尘。中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隐忧，因为中国你现在的996，你的产值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上你自己加班所得到的东西？而中国每一间公司加班那么勤劳，你是不是真的可以领到加班费？比如说很多在中国的一些游戏公司，加班加到快吐血，但是他有没有拿加班费啊？这老师不知道啊，这是会再去做功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商榷的一个事情。但香港哦，它就不一样了，香港它是比较赚钱的，因为他们受到英制的状况之下，说对劳工权益其实还是有最注重的。所以说，你看哦，在日本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么勤劳，这么压抑啊，又这么努力的去加班，然后他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这就是资本过于集中，你社会一定会遇到某种特殊的状况，而导致你整个对外的一个策略会改变。所以说，日本为什么会有二战嘛？德国为什么会有二战嘛？对不对？都是这个原因出来，所以这个是值得注意啊。这个所有世界经济的发展里面，最重要的一定是要看好你整个国家的产业别有没有平均分配。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工业包出去了，它里面只有服务业居多，也就造成了它必须去跟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产生了很多的余沃，这个就是很大的原因，好吗？好，我们之前本来还有一些事情要讲到，包含稀土啊什么东西的，可能来不及了，好吧？我们就过了吧，好，我过了吧，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过去了。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哈。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病猫，中国是不是病猫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猫会挠人的，你知道吗？给你哈气一下，你可能就没了，好吗？哦，那各位刚刚没什么问题哈，那就这样，有可能听到睡着了，是不是？哦，总而言之言总之哈，那个我们明天会公布我们的这个主的回向法会，然后要下个月清明节了嘛，好，下个月4月4号好像清明节吧。哎，好像是吧，反正4月几号，4月初都是清明节了，所以现在已经10号了哈，明天11号老师会公布。那周三我们会把我们的开课啊，我们开始正式的开始把我们的课程开始推进了哈。那推进我们每课程不会一次推完，哦，大概会推个7、8节课，一开始就7、8节课，我们再加上，然后每个礼拜更新2节课啊，我们总共40几节课，为什么不一次更新完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次更新完跟分次更新差不多了，反正你一个礼拜也看不完，是不是这样？好不好？好，所以说后来老师决定啊，就是随着每个礼拜更新2节到3节，然后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循序渐进的去上课，好吗？在这上课啊，我们会用新的平台，那旧的平台不会取消，我们会用新的平台，让各位在上课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学习，好吧？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哈，这个就可能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下周放心，这个月老师都在台湾，好，绝对更新不会开天窗，我已经录好了，好吧？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但我发现我的那个画面是错的，
封面是错的，靠，难怪我觉得怎么怪怪的。我到底是等一下哦，啊靠要没